你们去哪儿了？当然是去想办法了。帮手呢？帮手就是他。他们出去了。蓉儿，你这个方法真棒。救出小毒物可不一定是好事。怎么了？之前欧阳锋有求于我们，现下欧阳克腿断了，他不一定在捏着我们好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我家克尔需要休息。欧阳先生，这里是我师父住的地方，你侄儿有伤，我们帮你去救他了。现在我师父伤成这样，你居然叫我们出去？他是个蛤蟆精，通人性才怪。出去！欧阳锋，静儿，静儿，没事，把我扶起来。咱们走，让给他们啊，走。哎，好威风，好煞气呀！等等，怎么，良心发现了？你们两个去打些野味回来。如果敢在吃食里弄鬼，我杀了你！打就打，看打什么给他们吃。哎，叔叔，我这腿还有救吗？当然有救了。等我们回到了西域，我用阳骨给你做义肢，一样可以健步如飞。阳骨，那这是没救了，这是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！叔叔，你就不该救我，我这条腿都废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叔叔不允许你自暴自弃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你怎么会被压在那巨石下？我去追蓉儿，追到了那儿，万不想那悬崖上生了如此巨石。叔叔，要不是蓉儿不计前嫌，拼死救我，恐怕我早已经……当真？当真。金哥哥，啊，你加点料在这上面。不成。怎么了？你在旁边，我不好意思。我来啊！我憋了好久了。哎，哦，来，好了，喏，快去！哎，把这只留下来，拿干净的过去送给他。啊？快去送啊！就送干净的去。啊，好。
这怎么这么慢？欧阳先生，烤兔也是需要时间的嘛，我们总不能生着给你。来，我要那一只，那只没有头，你就要这只吧。这只太残忍，我怕吓到科尔。我就要你们那只。好吧。师傅，蓉儿，怎么又拿回来了呀？欧阳锋非要这只，他还说这只有头的会吓着他的科尔。莫非这个西毒其实对我北丐还是有些崇拜，非要我的味道？那是自然。那哎，快把那只给他送过去吧。好，味道淡的呀，欧阳锋可吃不了。叔叔，这是蓉儿做的吧？嗯。早就听说蓉儿厨艺了得，没想到在这无忧无言的荒岛上，还能把这野兔烤得这样鲜鲜有味。叔叔，你也尝尝。好，好吃。蓉儿，你是怎么知道欧阳锋会换咱们这只烤兔的？欧阳锋那德行啊，以为全天下人都跟他一样，他肯定会觉得我在食物里动了手脚。他不想上当，我们偏要他上当。那如果老毒物没有中你的招，非要咱们这只怎么办？静儿啊，那只怪味兔，咱们不吃难道不行吗？也是啊，我再去打一只就是了。启功，你慢点吃，这食欲好了呀，伤势自然也会好。相信再休息几日就没问题了。不用说这些话哄我啊。老叫花的伤势，老叫花自己知道。我拼着全部的内力把蛇毒逼出来，保住了性命。可这身武功，算是毁喽。给师傅留着补补。师傅，你放心，就算没有了武功也没关系。静儿和蓉儿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也好，总算老天念着我人不算坏，让老叫花现在有兔肉可以吃，还有一对好兔儿陪在我身边，不错不错。蓉儿，你爹爹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吧？我爹爹人不坏，只是生性多疑。不过啊，也都怪老顽童弄巧成拙，让我爹爹误以为你拿了梅师姐的九阴真经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，梅超风的九阴真经就在那张羊皮上。那张羊皮一直包裹着我家那把家传的匕首，我怕弄丢那把匕首，我都没拿出来看过。我相信你。蓉儿，你对我真好。郭靖，你夺我心头所爱，我必杀你！沉住气，科尔。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离开这个岛，治好你的腿，而不是急着杀人。可是叔叔，我一看见他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我答应过他们，不在这个岛上杀人。可是，别着急，叔叔来给你出口气。
哎，你又来干嘛？我来找他，他拿了我的东西。我没有拿你的东西。不，你拿了。你拿了我的九阴真经。静儿学会了，那是静儿的，干你何事啊？你这个老毒物真没意思，就会拿我要挟小孩，你还能干点什么呀？老七呀，你是真不会好好说话。给你们半个时辰，不摸出九阴真经，就再见不到你师傅了。老毒物，别管我！蓉儿，看来不把经书交给老毒物，师傅肯定会有危险。周大哥和他的师兄王重阳用生命保护的九阴真经，看来要断送在我的手里了。你怎么那么实诚？这九阴真经究竟有多少字？现如今全天下只有你一人知道。你怎么写九阴真经，九阴真经就是什么。你是说让我故意写错给欧阳锋啊？没错。躺在那里痒不痒啊？啊，老叫花在那儿睡过，那儿都是跳蚤。我说老毒物，你真有意思啊，连点穴这种粗浅功夫也用在我身上了。来来来，把我穴道解开，咱来打一场啊！师傅，静儿，你来干什么？不要管我，真经不可以给他。师傅，这次徒儿不能听您的了。不行，别嚷嚷了，我真的很不明白，为什么九阴真经不能让天下人来共用？为什么只有你们来独享？只要郭靖写出真经，我不会为难你们。欧阳先生，这儿也没有纸笔，我怎么墨给你？去火堆那儿捡根木炭。哼，老教华武功自成一家，啊，什么九阴真经放在我面前，我连瞧都不屑瞧一眼。只有那些武功不成的贼死鸟，啊，才巴巴的想要看看能有什么玩意儿可以偷，啊，妄想有什么捷径，真不要脸！呸！王重阳和黄老邪当年也都得了真经，人家怎么不练呢？叔叔，你这人他这么骂你吗？科尔莫生气。哎，是啦。我说呀，把你算五绝真的有点丢人，要不你这外号改一改吧，你以后别叫吸毒了，你改名叫西偷，东邪西偷，南帝北丐，中神通，好不好？他想要九阴真经，咱们就给他来个王八念经。这样子欧阳锋会发现吗？所以啊，你可千万不能写假，你得写的真假结合，虚虚实实。那欧阳锋这样子练会怎么样啊？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等他练完之后，轻则白练，重则走火入魔。欧阳先生，写好了。你不用扶我，我自己能走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反正你们都了不起了，我现在没功夫了啊！靖哥哥，怎么了？师傅在埋怨我把九阴真经给了老毒物。济公，你不知道靖哥哥给的是九阴假经啊？假的？师傅，是蓉儿教我这么做的。你没露馅吧？没有，老毒物看得可认真了。你是怎么写的？那要骗过老毒物可不容易，说来听听。我是按照规律写的，面北朝南
我就给他来了个面东朝西；五心朝天，我就给他来了个五心朝地。我一写完给他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哦，是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。九阴真经啊，这个非常适合他。五心朝地，那不就是癞蛤蟆？让他练去。哎，刚好你们饿了吧？要不我去做点吃的，你们想吃什么？你们要做什么好吃的呀？这么开心，你来干什么？养了你们这么多天，也该干活了。大侄子，明日日落前砍100棵树，少1棵打折你1条腿，少2棵打折2条。谁是你大侄子？我才不去呢！你疯了吧？没礼貌！你不用砍树，小侄女，你去伺候客儿。我干嘛伺候他呀？你妄想！来，老叫花，再跟我走一趟吧。来，算了，行，我们照办。下回听话点儿。静儿，静儿，哎呀，上次你不是说想像师傅一样，又是盖世武功，又是丐帮帮主，行走江湖，谁都管不了我。还能行侠仗义吗？可你不知道，我爷爷、我爹，包括我自己小的时候，都曾经在金人的手下当奴隶。那个苦啊，才真的叫苦。师傅，原来你还有这般经历啊！所以说，眼前的委屈根本算不了什么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这一点点苦还不能忍耐啊！再说了，蓉儿那小丫头，她爹可是黄老邪呀，那大小毒物通通吃了亏，她也吃不了亏，是不是啊？师傅，我好像明白了啊！谢谢师傅。静儿，这样可不行，歇会儿吧。师傅，我还可以砍。累倒你啊，就是那老毒物的心思。现在你是我们3个人之中实力最难对付的。今天他让你砍100棵树，明天他让你砍1000棵，你怎么办呢？师傅，那我该如何应对啊？降龙18掌刚猛无比，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内力消耗大。就是师傅没受伤之前，也不见得能够连续打100掌。现在我还没砍够100棵，那老毒物肯定会找我们麻烦。这100棵树只靠蛮力应对，肯定是不行的，得找到一个巧劲儿才行。之前周大哥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，他说我这降龙18掌至刚一折，所以把他的顽童神经，就是九阴真经传授于我，说是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。但是我太愚钝，肯定是没悟透他教给我的东西。没事，静儿，你把九阴真经说给我听听，咱们一起琢磨琢磨。天之道，孙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。别老从头开始背，啊！
文章的开头跟结尾都是废话，挑中间的。阴极在六，何以言久？再换。人图之枯作西斯，为尽德之功，殊不知上达之事，圆通定慧，体用双修，急动而静，虽应而宁。这是《九阴真经》上的。对啊，这是《九阴真经》上的易经断骨篇。之前周大哥只是让我死记硬背下来，这些文字古里古怪的，我也看不懂。这篇有点意思，你仔细给我说说，我琢磨琢磨。啊，好。子午卯酉四正时，归系丹田掌前推，益重丹田一阳斗，左右回收对两穴，拜佛合十当胸坐，真气旋转贯其中，气转人都小周天，温养丹田一炷香。人枯作西斯为尽德之功，殊不知上达之事，圆通定慧，体用双修，急动而静，虽应而宁。师傅，你恢复了？哪有那么快？又没吃仙丹，只是恢复了一些而已。太好了，师傅，病去如抽丝，循序渐进，慢慢就好了。殊不知上达之事，圆通定慧，体用双修。这句话点醒了我。老教花练的原本就是外家功夫，但被打伤了之后，我只知道练功调息睡大觉。殊不知我这身功夫，越动越有助于疗伤。静儿，你刚刚是不是觉得你打那掌的时候没有那么累了？是的，师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易经断骨篇调整了你运功的吐息，让你出掌的消耗不再那么大了。这九阴真经果真名不虚传。哦，那我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能砍完100棵树了？但你还是得装成很累的样子。啊？啊，老毒！我明白了，师傅。靖哥哥，靖哥哥，蓉儿，累不累？啊，有点累。他们没有欺负你吧？没有，放心吧。哦，咱们回去吧。够100颗吗？要不你自己数数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去弄些吃食。克尔身体弱，野味山果一样也不能少。你使唤我们一天了，我们刚砍完树，现在要我们去采果做饭，你想什么呢？想累死我们呀？年轻人本来就应该锻炼锻炼，又累不死。1个时辰之内送过来，要不然我又该去找你们师傅了。靖哥哥，累坏了吧？确实有点累。走，坐。这边再来打2下。静儿，别装了啊！师傅，靖哥哥，你装的？抱歉，蓉儿，是师傅让我这么做的。静儿与我开始研习九阴真经，她功力突飞猛进，现在砍100棵树对她来说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。我的功力也开始一点一点恢复了。真的？老毒物心机重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这个事情，要不他现在对我们下死手，我们谁也抵抗不了。但是肯定瞒不了他太久，还是得想办法。
没事的，明天再让我砍，我就装得更累些就是。天哪，你那么早干什么呀？这个岛上没有人能起得比我晚。那要不求求你起得晚一点行吗？西毒大人，你又有什么吩咐？3日内用那100棵树给我造一艘船，要能遮风挡雨，不能让我们科尔受委屈。我可以砍树给你扎个木筏，但我不会造船啊。你个傻小子，没指望你会。小侄女是桃花岛的人，在海边长大，造船没问题吧？是，西毒大人，我确实跟我爹学过造船，所以我保证造得稳稳当当。还要准备好食物和淡水。好，都准备妥当。好啊，开窍，哈哈哈哈。白天给欧阳锋造木船，晚上就偷偷砸木筏。叔叔，为什么不等蓉儿他们造好船我们再走啊？那船还能遮风避雨，这木筏看着就不安全。你先受点委屈，他们造的船不妥当，这船才能保命。先尽快上岸，治好你的腿。好，一切听叔叔安排。老毒物，你偷我们木筏，要不要脸？我们砍了上百棵树为你造船，干嘛要偷我们小木筏呀？船多舒服，后会有期呀！哎，真是拦不住。上次我们给他来个怪味烤兔，这次来个碧沉木筏，咱们也算是替天行道，帮江湖铲除了大小毒物。蓉儿，全都被你算对了。只怪这老毒物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可是他自找的。靖哥哥，咱们现在可以安心带师傅离开这儿了。那咱们赶紧出发吧。走。好了，师傅。蓉儿，我们该走了。咱三个都险些死在这岛上，今日离去，倒还有些舍不得呢。蓉儿，你若是舍不得，他日无事，咱们再来重游可好？好。不过既要重游的话，咱们想个名字吧。师傅，您给这岛取个名字吧。叫它压鬼岛，在岛上用那大石头压那小鬼。压鬼岛。这岛是我们三人的再生之地，我才不想跟那个小毒物有关系呢。那你自个儿想吧，老叫花想不出什么好名字的。
想一个。习以望沧海，天净水明霞，就叫明霞岛吧。好，明霞岛。蓉儿，那不是咱们给欧阳锋造的船吗？师傅，大小毒物他们喂鲨鱼了。老毒物啊，老毒物，老叫花舍不得你呀。可你有今天，你也得自己想一想，为什么你做人那么坏？咱们这几个老家伙又少了你一个了。师傅，你只是稍加休息，北丐归来依然是北丐。师傅，没事。师傅，站好，站好。师傅小心！没事，站好了。快看，前面有艘大船！喊他们，嗨！嗨！上岗！是你啊！真是冤家路窄。康帝，你不是回牛家村了吗？怎么和这个金人在一起？这还用问吗？他都披上金人的皮了。偷蛇小贼，偷听女贼，看见救命恩人，还不赶紧跪下谢恩？这分明就是杀父仇人。看来今天上天安排我报仇。住手！荒岛一别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这不是老毒物和小毒物吗？怎么，浑身都是毒，海里的鲨鱼都不喜欢吃你吗？牙尖嘴利，小心我丢你下去喂鲨鱼。洪帮主，我们大金的六王爷对天下一等一的人才，那真的是庄园有句话叫恨不得把你一口喝了，怎么说？我哪知道？那叫求贤若渴。对，求贤若渴啊！老叫花师徒三人不愿意和金人多有瓜葛。没错，我们与大小毒物，还有这位杨姓金人，素不相识。既然大家都素不相识，那就来人，在，把这三人扔进海里喂鱼。王爷，说，我与这三个嘴硬的家伙还算有些缘分，就烧他们一段吧。既然欧阳先生都开了金口，那我就饶他们三人一命，把他们押下去。我没冤枉你那杨康义弟吧？当日，他信誓旦旦地与天帝发誓，我以为没了父母，却多了一位兄弟，没想到此一时彼一时，说不定当时他想过改过自新的。可是今日完颜洪烈又救了咱们，昔日的杀父仇人又变成了救命恩人，这世间人情，我真是琢磨不透。琢磨不透就少琢磨。
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赶紧找东西把肚子吃饱才是正经的。是啊，金哥哥，咱们先想办法解决温饱吧。师傅，要不我一掌破了这门，咱们一路杀出去。好啊，那我们杀出去以后呢，再回到海上去。我问你，此次你一面回到王府，一面却又和郭啸天的儿子结义，这是为什么？父王，我与那郭靖结拜，只是因为听说他与那九阴真经瓜葛很深，而且眼下看来，真经可能真就在这小子手中，否则欧阳锋为什么替他们说话？这只是你心中所想，别人怎会猜得你意？你与郭靖结义，想过爹爹吗？你并非我亲生，你这么做，让我身边的人怎么看？他们会怎么想？父王，孩儿对您的忠心您是知道的呀。孩儿忠于父王，忠于大晋，但眼下我们未能及时帮助欧阳锋夺得九阴真经，怕是难以说服他帮助我们去夺五木遗书啊。孩儿若以结拜的情谊，去郭靖那套些真经的下落交与欧阳锋，或许还能让他帮我们啊，父王。郭靖那小子在江湖上本是一无名小卒，没想到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先是在丐帮洪七公那里学到了上乘武功，现在又和九阴真经有了瓜葛。听说连欧阳克公子都未必是他的对手，你又怎能保证你的计划就会成功？郭靖，阴魂不散，如影随形，你的存在就是对我的侮辱。凭什么你这么一个男子，偏偏洪七公喜欢你，黄药师的女儿也喜欢你，连欧阳锋都要救你的命，凭什么？你整日有黄药师的女儿陪着，我却拜了黄药师废掉的徒弟为师，老天为何如此对我杨康？阿康，你不要这样了。你一直都在吗？我全都听到了。阿康，郭靖是你的义兄，他好，对你来说也是件好事啊。我明白。如今他们还被关着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把他们救出来？妹子，如今还不是好的时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他们出来的。即使我不服郭靖，我也一定会赢得光明正大。我绝不会借他人之手赢他的。我相信，有朝一日，你一定会让大家刮目相看的。